患者伤及了脾脏，好在没有完全穿透，失血过多，幸亏送来的及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谢谢医生。你等李队他们吧，我去看韩东。哎，十一表姐都这样了，你去看她。帮我照顾好他。爱人怎么样？没事吧？哎，脱离生命危险了，这麻药就没过。详细情况你等会儿再跟我说。我问你，韩东呢？秦明去看他伤了，怎么这么久没回来？我去看一下。你去吧，我在这守着。你好，我们刚送来的嫌疑人呢？不是带走了吗？带走了？啊，谁带走的？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就是跟你一起带他来的那个警察，签了字带走了，说是带回去调查呀。好，谢谢。学子是不是你杀的？你别想套我话。那个人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快感。为了感谢他，我是不会告诉你们他是谁的。学子遇害的时候，你在场，你看见了凶手对他的行凶过程。行凶，对我来说，那是享受。那天晚上，我看到那个家伙把两根电棍按在那个女人身上，电光一闪。可是我那身皮吓坏了他，他跑了。但是没关系。我拿到了那个女人的衬衫，我控制不住我自己。那天晚上，我看到关路老师一个人回家，我就跟了上去。我不能说了，这些事儿我只能一个人说。虽然我不太理解，但还是非常感谢你的配合。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怎么样，找到秦明没有？现在安然的情况已经稳定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尽快找到秦明。我怕他做什么傻事。不会的，他还一直在提醒我呢。我最多就揍他一顿，出出气。你揍谁啊？啊，打人是违纪的，知道吗？喂，臭小子，你在哪儿呢？你听我说，你赶紧把韩东给我带回来。喂，他让我们去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挂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确定韩东的尸体被运走了？是的。没想到秦明还有这么一个秘密基地。什么秘密基地？根本就是他准备好的犯罪现场。这家伙事先准备很充分，是变态杀手的特征。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们会勘察秦明的作案现场。真的是秦明做的吗？他审韩东的视频，还有在现场留下的电击工具，彪哥，有必要吗？秦明根本就没有想要隐瞒任何证据。他不是经常说吗？把该做到的做到了，在法医的环节不能出任何的纰漏。但我不明白，秦明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也许秦明就是为了找到凶手，换句话说，秦明是为了和凶手建立某种联系。那他确实做到了，凶手确实联系他了。他在激怒凶手，吸引凶手的注意力。我的意思是说，全部的注意力。难道秦明把自己当诱饵了？行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别净往刑侦那儿凑。这家伙已经掌握很多了，看来是这些积案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但是我不明白他把这些留下来是什么意思啊？也许他已经不需要了，电击工具已经调试好了，也要了韩东的命了。但是电击杀手还没有找到啊！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去，我们再去趟民宿，搜查一下秦明的家。你今天约我有什么正事儿啊？不是正事就不能找你了。你们今天去民宿勘察现场了？去秦明房间了？去啦。发现什么没有？明天开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林涛，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所有证据都指向他，我们也只能按证据说话呀。还有，我们有纪律的，是公共场合，别多说了。哎，你别那么冲动，你这还得想怎么跟他说呢。我必须当面跟他说清楚，必须说清楚，不然怎么行啊？这样，啊？哎，李队，李队，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我们看看安然。你是想在这儿守着秦明吧？我们已经做好了布控，只要秦明出现，他就一定跑不了。但是你这么做太鲁莽了，回去吧，别影响安然休息。进来说吧。都这么晚了，你赶紧睡觉，有什么事明天说。你们什么都不说，我能睡着吗？下午的时候，我爸妈已经来过了，他们已经告诉我彪哥和环环去民宿搜证的事儿。是秦明又出什么事儿了吗？那个臭小子能有什么事儿啊？随便去，别想太多。我醒过来的时候他不在，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一整天了。你们谁能告诉我他出什么事儿了？你在做手术的时候，秦明
把韩东给带走了。等我们赶到，韩东死了。那确实是有重大嫌疑啊。那人呢？暂时没找到。嬛嬛，现场勘查结束了吗？结束了。现场的物证清单你有做电子版吗？你发我一份。哎，你身体还没恢复呢，这个案子你能不管吗？如果不是他做的，我会替他洗清嫌疑。那如果是他做的，我会让他回来面对他自己犯下的错。他是一个警察，他需要给所有人一个解释。但我也是一名警察，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李队，安然很了解秦明，而且秦明留下的信息也需要安然的参与。好，我答应你，但是你也答应我，不可以感情用事。他留下什么关于韩东的讯息吗？他留下了一则审讯韩东的视频。行啊，从视频看起吧。你不是警察吗？你不能杀人。你是警察，你不能杀人。让我别杀我！别杀我！有意思。秦明会把审问韩东的视频给我们留下，还有这些资料。按照秦明的整理和记录，其实从法医学的角度，我们基本可以还原作案的过程和方式，而且也可以完全确认秦明的母亲不是死于自杀。独特的作案手法往往更利于刑侦的同时查找凶手。也就是说，基案调查已经完全可以申请执行了。那更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只要找到了凶手，从证据上他没有办法抵赖任何一桩案件。即使他不抵赖，我们在证据上也做到了尽可能的完整。彪哥说，秦明制造的电击工具在结果上跟电击凶手极为相似。那如果按照他报告上说的，我们要查找真正的线索就太难了。所以他选择主动出击，挑战凶手，但却用了犯罪的方式。他在等凶手找他。怎么？什么？好，我知道了。护士台说发现了秦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是不是这个人在打听安然法医的情况？没有哎。你确认一下，不是吗？我们不太清楚。好，谢谢。走。既然回来了，就不要忙着走了。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你。只是想来看看你，没想到居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能想到你敢来这儿？好些了吗？我已经没事儿了，幸亏你们把我送来的很及时。那也要小心伤口感染。我看了医嘱，还算合理，再过1周左右你就可以出院了。大家都想找到你，
想找你问清楚。我是不想你因为彪哥还有韩东的事情头疼，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我是法医，还有很多专业的问题要弄清楚。你留下来的那些东西，需要你解释一下。在韩东家，发现了雪子遇害的衬衫，衬衫上面有2个相对规则的洞，很有可能是电击造成的。我还发现了2处灼伤的痕迹，但条件有限。如果能在电子显微镜下查看到衬衫上是否存在电子颗粒，也就可以判断出凶手的作案工具是电击棒。那顺着这个线索找的话，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凶手的。太被动也太渺茫了，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主动出击。雪子的牙骨上已经呈现出了玫瑰齿的症状。玫瑰齿、蕈状泡沫都是电击死的非特异性改变，但实际上窒息或者是溺死的死亡状态都会出现这2种状态。那电击死的尸体就没有什么独特性的电流斑。凶手在操作电击棒的时候，电极会出现焦耳热，电极和皮肤接触，电流的出入口会形成如同火山形状的痕迹，大概有指甲盖的大小，这就是电流斑。我母亲遇害后，脖子后面有一块皮肤消失了。那这么看来的话，应该是凶手挖掉了电流斑的痕迹。彪哥除了删除键以外，还有最为关键的证据。拜托你们，一定要把所有证据串联在一起。我会尽力的。那我先走了。为什么？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我是一名法医，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必须要做的。我是说，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做那些违法的事儿？那个看似冷漠，实际一腔热忱的人去哪儿了？那个鼓励我、安慰我、支持我，那个秦明去哪儿了？那个告诉我正义和善良的人，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秦明，我是法医，我也是一个警察，我不可能让你走，我不会放开你，我知道你不会伤害我的。对不起，会去通知你的。安然。我真的很高兴，你能做到一个警察的本分，但真的很抱歉，我必须要走了。别担心，只不过是一些镇定剂。不能再工作了，要好好休息。今天就算是强制性的吧。
红婉，收好11标件。舒缓情绪的镇定剂而已，睡觉就好了。照顾好他，所有人注意，目标出现。启明，你对爱人做了什么？我只是给他一些镇定剂，他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你现在立刻跟我回去。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等我回来之后会跟你解释的。还有事没做完，是不是还有人没杀？林涛，你一直说把我当做兄弟，这一次你能不能相信我？就这一次。林涛，林涛，你没事吧？臭小子，别跑！你先别说话，稳住呼吸啊！玫瑰齿出现了，陈主任，齐明这小子，他的猜想是对的，但也不是电击致死的特异性。按照他的说法，还需要那件物证。好啊，现在终于可以印证你当初的执着了。如果当年我们能找到答案，说不定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情了。总算是越来越接近真相了，法网恢恢啊！那我就先按照齐明说的去做病理检查。好啊。喂。好，我马上就过去。怎么了？我得马上去趟医院。林涛被车撞了，但没有生命危险。秦明呢？应该是被撞林涛的司机带走了，可以亮牌了。很好，我们终于见面了。但我们对彼此似乎并不陌生。说吧，为什么杀人？为什么是学子？为什么是我妈妈？是该死，那些都是该死的人。但我并不觉得你该死。可你还是找上了我。那是因为你在破坏我，就像那个寒冬一样。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吗？
我还想问问你们为什么？我杀的人哪一个不该死？包括你母亲。这个世界上干净一点不好吗？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是你，没想到吧？我是你那么熟悉的人，我就生活在你身边。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你？说，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人？你说啊，你为什么要杀人？让那个世界告诉你母亲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他们都是罪人。别说！李顿，李顿，这里。没事吧？我没事。人呢？好了。快见脸了吗？是张华。张华。张华，你已经无路可走了。无路可走？我是故意带你们来这儿的。看上面。那个房间里有一个7岁的小孩。半个小时之前，我在这儿装了一个遥控爆炸装置，只要我一摁这个按钮，立刻就会爆炸，整个楼都会塌。我劝你们先救孩子吧。李队，他是在虚张声势。我们不能拿人民的生命做赌注，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也不行。老赵，明白，走。张华是在和我们打心理战，他没有明确的目标，不会滥杀无辜的。别说了，任何人不许再前进一步，否则我一定会按按钮的。这个遥控器的有效距离是3公里，你们不要想着阻拦或者是跟踪我。秦明，下次再见。先救人！所有人注意，黑色摩托车，车牌号龙 BX4099，我要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盯紧这辆车。李队，上面没有人，就一个洋娃娃，张华把他们骗了。所有人上车嫌疑人进入了监控死角，人已经不见了。前日，有入驻云享微店的商家透露，无法从云享微店提出缴纳的保证金。云享微店负责人陈晓东、柳云夫妇称是 APP 升级导致，但据知情人士透露，云享微店陷入财务危机，恐难以支撑。消息一经传出，造成市场动荡。昨夜，柳云夫妇在家中遭袭，怀疑与资本败局有关。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请看下一则新闻。连龙帆市最火的创业明星夫妻店都倒闭了，更何况咱俩。一个伤者推着另一个伤者，看来今年的水逆的确比往年多一些。我还好吧，医生说我现在就应该多活动活动，就是别扯着伤口就行。哎，你说，我下半辈子会不会就坐轮椅上？右腿胫骨骨折，左边第3根肋骨骨裂。以你这样的身体素质的话，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恢复了。哎，石表姐啊，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有声音吗？一整天了，你们真的把我当空气啊？嘘，好像真的有声音啊。是人吗？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吧，那就随他去吧。啊，对，赶紧走。哎，我都跟你们说过了，你目前收集的证据和线索还抓不到凶手，所以没有办法，我才和彪哥商量出来这样的对策。
而且我们跟局里领导已经汇报过了，领导们都同意了。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并没有错。那你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这件事情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了。你还真把我们当外人啊！亏我说出了"你永远是我兄弟"这种话。你看我这个伤，是真的，这伤都白受了。当然得是真的，只有是真的，才能让张华相信我变成一个恶魔，才会对我下手啊！我不管，反正我现在觉得，我的心里面的伤好像更大一点。对不起。虽然你说了对不起，但想让我原谅你，我还是需要那么斟酌一下。我又不是和你说的，我是和安然说的。秦明，你个臭小子，你是要借着我的内伤是不是啊？那我就带你拍个片子，看看你有没有内伤。不行，我要跟他理论呢。你别走啦！走。安然，要不要我再跟你道歉一次？不用啊，反正你也已经找到了电击杀人的凶手，你不用在意我们的感受的。是真的。什么是真的？我对你说的话是真的，就像你对我说的话一样，也是真的。我说过什么吗？我不记得了。就是你把我当做嫌疑人的时候对我说的那些话。那你现在又不是嫌疑人了。好，那你等我一下。干嘛呢？我还能躲哪儿去啊？秦明，你干嘛呀？他都这样了，你还欺负他？秦明，个臭小子，我要报警！不对，我是警察，我逮捕你！快！好，等一下我来找你归案啊。我现在是狱中故意伤害罪的嫌疑人，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了吗？神经病！快，我们赶紧走，跟离开这个神经病！神经病！赶紧走，赶紧走！哎，你是腰间盘吗？你做事风格这么突出啊？让你担心这么多天，实在是想让你笑一笑。那我可告诉你啊，你以后要再让我这么担惊受怕的话，我真的不理你啊！保证不会了。走吧。开始吧。开始什么？当然是说案情啊，难道谈情说爱啊？你和彪哥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是从听到你们谈话的那天开始。你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你作为当时参与的法医，你发现了疑点，但没有查下去，现在反倒是秦明提出了有异常，你有遗憾，你非常迫切地想要解开自己的心结，所以你会介意。安然，你想多了。彪哥，有事吗？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所以你现在是来兴师问罪的？跟我去个地方吧。我怎么这么讨厌你这副没表情的样子，像个冷血杀手？有饭吗？有啊。那走吧。所以你们俩真的去做饭了？我们只是想遵循最基本的社交礼仪，在一个舒适温馨的地方进行沟通。你们俩都是不会沟通的人。你吃什么呀？我们煎了牛排。那你都没有给我煎过牛排，还是我一直照顾着你？所以说啊，煎牛排这件事情确实挺痛苦的，而且挺麻烦的。现做呀？不然呢？你会做吗？当然不会。
啊？不过我可以试试。黑胡椒1勺，盐1勺，橄榄油2.5克。那我开始了。那你们俩都没做过饭，做出来牛排能好吃吗？我们是严格按照食谱上的调料剂量，还有煎牛排的时间等等进行操作。那能吃吗？火候的问题。要不点个外卖？哎，我有螺蛳粉。行。哇。行，饭吃完了，说正事儿吧。我仔细看了我母亲当年案件的资料，我记得当年案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鱼虾啃咬伤及表皮，但不会渗到肌肉组织。可我母亲后颈失去的这块皮肤已经渗到肌肉，这是疑点。是的，当年在受害者身上有多块皮肤损伤，我认为是池塘里的鱼虾啃食的结果。但你说的那处伤，我无法解释。我想问的是，这块皮肤你是怎么处理的？我给保留下来了。那太好了。案发的时候我在现场，根据当时的环境，还有我接触我母亲身体时的反应，我觉得死亡原因是因为这个。电击致死。说实话，我觉得还需要其他的佐证。在这里找到的线索就是这些。根据电击杀手的特性，这家伙极有可能以斗门镇为基地向外辐射性作案。说不定我可以复原凶器，但我需要你的帮助。和凶手赛跑的感觉实在太不好了。毕竟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那如果我们主动出击呢？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灭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不见？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混到年？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reve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肯
故事，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遗落，倒映。